それはね、志ですね。良い酒を作ろうという志がなければ全く何の意味もないので、それは一言で表すと言われたら志です。你没有喝过清酒，你可能不懂清酒，甚至你对清酒可能不感兴趣，但是你一定听过一个名字——塔记。塔记作为一个在日本清酒顶流的一个品牌，基本上呢出口国外，每5瓶里面呢有1瓶就是塔记的清酒，可见它的影响力多么的大。我们到访酗酒造的时候呢，其实是会长跟社长亲自来接待我们。我们很惊讶的是看到整个酒造呢，它的一个科学化的管理。很多人对它的认为就是说，甚至有些偏见，认为塔基它就是一个科学的复制，做清酒没有度数。所以呢，很多爱酒的人士呢，可能对这一点会有点质疑。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状况并不是这个样子，是会长跟社长他们努力把科技化的方式导入到一个均一的高品质的生产流程里面，造就出来的一个傲人的成绩。那到底塔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我们看看这一篇天赋导演塔基篇。塔记这个清酒就相当于在国际上就相当于清酒的一个引擎，它牵动了日本的这个清酒事业向国际上来推广。日本全年出口全世界的这个清酒，它的金额也不过就是340-350亿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塔记就占了接近80-90亿。私たちの酒蔵自体は300年弱の歴史がある酒蔵なんですが、その中で獺祭というブランドは30年ちょっと前に私の父が3代目の酒蔵の蔵元の櫻井宏が作って、徐々にお客さんに受け入れていただいて、それを伸ばしていって、その結果として獺祭だけしか作らないという酒蔵になって、今のようないろんな国に出していくという酒蔵になりました。フレッシュな状態、一番お酒の味が新鮮な状態でお客さんに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ので、徐々になんですが一年中を通して作るように変わっていったんですね。で、酒蔵の中を要は大きな冷蔵庫を作って、その中でお酒を作るようなスタイルにだんだん変わっていって、今のような一年中通して酒を作るというスタイル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塔记的风格呢，基本上呢就是处于熏酒，它就是纯米大吟酿，它的芳香度非常的强，所以呢，其实一般人接触塔记的时候呢，都会被它诱人的芳香所吸引。45呢，它是塔记所有的酒里面呢最基础的一个入门款。你在闻的时候呢，除了香蕉、蜜瓜等等味道之外呢，它的浓度是比较中偏上的。好，我个人认为还有点白果的那种香气。入口呢，它会有一个我觉得有点生年糕的味道，就是像那个蒸熟的年糕，但是还没有很熟那种生年糕，估计就是那个米带来的滋味啊。另外呢，它有非常甘甜的一种菠萝的味道，那个甜味甚至会让我觉得有点像泡泡糖，然后呢，甜美感非常的足。它有一种成熟柑橘的那种风味，在尾端收口的时候呢，其实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晰。1月10日水曜日の朝礼を始めます。社長より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人数です。本社蔵で39%、300ミリで7400本。在日本，1000多家酒厂，大厂的生产量，一年的清酒的生产量在30万石，它就是几百万升的酒。塔记呢，一年大概在27000到3万石，就跟这些大厂比，只有他们的1/10的产量。但是塔记的员工有200多名，是在全日本1000多家酒厂里，它的员工是最多的，比那些个它产量是它10倍的工厂人工都多。它这些人用到哪里去了？都是用来酿酒的。実際今酒造りやってるメンバーが200人以上いるんですが、最新の技術とかデータを使うっていうのも私たちにとっては大事な手間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で、それを人の手も機械もデータも全部ごちゃ混ぜにしていいものを作っていく、その考え方が
私たちの大きな武器だと思ってますし、私たちは純米大吟醸、山田錦の純米大吟醸という種類を作ってるんですが、それをずっとレベルアップさせていく、それをその方法を常に模索して、もう最新の技術でも昔からのやり方でもデータでも何でもかんでも使っていく、その繰り返しが私たちにとって一番大事な部分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いつもより、5グラムで多いので、振り切る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はね、中国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なんかでもお酒のマニアとかの人が、あそこは機械で作ってとか、人の手を使わずに酒を作っていく、なんか同じものをずっと作っていくから美味しくない、ダメだっていう話をするんですが、実際私たちの感覚からすると全くそれが違ってるんですね。杜氏がいない分、さっきも見ていただいたように分析数のようなことでいろんなデータ、酒造りにまつわるものを全部表に出していく。どうしてもノウハウとかデータ、知識っていうのをあまり出したくない、全部ブラックボックス化しちゃう。でそれってお酒をより美味しくするときには邪魔になる部分もあるんですね。どうやって美味しくなくなったか、どうやって美味しくなったかが分かんないんですよ。でそれがない、そこを全部頭の中のものを出していって、データや数値に落とし込んでいって、それを見ることによって前回よりいい酒を作っていく、それ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杜氏がいなかったからうちのお酒は美味しくなった、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日本绝大多数的酒厂都是有杜氏的，那么他们的会长有跟我解释过，他们为什么不用杜氏。传统的这些个师傅啊，传统的这个杜氏啊，很多的他不是很擅长去说把他所有的东西只传授给他的徒弟，有很多的这个精髓的东西，可能徒弟领会不到这个点。那么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把制清酒的这些个精髓的东西，我们把它数据化。其实你看它的这个数据，其实完整的看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杜氏。他每一坛酒酿出来，在出厂之前，他的会长、社长、制造部长、工厂长全部都要试饮。这个塔记的这个会长啊，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完全就是一个出色的杜氏，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称为杜氏而已。塔记39表示呢，它是把61%的米磨掉，剩下39%的酒米呢，那它去做酒，然后呢，相对45来讲，肯定干净度会更高一点。它除了有经典的塔记风格的香蕉、蜜瓜之外呢，我觉得它有一些白花系的那种味道会更明显。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山边闻到的那种刺槐啊，大量的那种刺槐，闻起来会更明显一点。它的风味上闻起来还有芒果、菠萝，还有一点点那种芭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种芭乐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它会有比较刺激的香蕉，还有一点生姜的味道，还有尾端收口的时候呢，那种甜度来自于我觉得是蜜桃、杏桃、白葡萄那种风味，然后呢，其实非常的诱人。じゃあ、例えばうちの一番いいお酒、獺祭2月創作系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いただいた皆さんを歓迎して最初の乾杯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我要怎么展开踏迹林芳宴的即兴创作策划呢？踏迹的酒入口克制、坦率、优雅，有未来感。所以我这次在踏迹林芳宴的创作上呢，决定登上外太空，用一些外太空的元素来创作它。那么呢，我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我也非常的克制，我尽量用少一点的装饰，多一点的这个质地的基本语言去说话。就像我领会到的踏迹制酒，那我觉得这种的科学化的精神呢，我也把它实践在我的踏迹林芳宴的整体的方案设计上。这是酒粕，就是来自塔记厂里面的纯米大吟酿的酒粕。这次在这个塔记的会长家里面做的这次林芳宴呢，就是要用基底全部都是用纯米大吟酿的酒粕
制作，做一个纯米大吟酿系的一个 bistro 的餐。当然，魔之仙一定是踏迹林芳宴里面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我用的是高森牛，就是在延国市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产，然后再用了延国市当地的字偶，最后我用水浴的方式去完成这道菜，所以它跟魔之仙的搭配呢，我认为是非常顶配的一个口感，到现在想起来呢，都觉得非常之好吃。除了高森牛，延国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产。熟成过的延国鸡一样是进入烤制，烤制出来之后呢，它的口感也很高级，但是可能是更市井一点的高级。搭配魔之仙，它的风味就从高森牛到延国猪到延国鸡，是一段一段的风味不断的递增。それ本当に今日の料理もさっきのお肉の皿もそうですけど、盛り付けが素晴らしいね。これだけこうだから豚があって鶏があって牛があって牛で肉が続くと、実際普通は酒ってそこまで合わせないんですよ。だけど酒粕使ってるからすごいこうよく合うんだね。相性がいいね。デザートも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高くって温かいデザートって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ね、ないんですよ。とてもね、酒粕の風味がして美味しかった。これ中に何かあるの？トースト。トースト。今天当你把那个酒粕拿给我的时候，我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知道今天料理无论如何一定会成功，因为那个酒粕太 pure、太干净，然后味道太好了。好的。美味しいね、これ。美味しいですよ。これも美味しい。けどもうちょっと酒飲ま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殷勤会长可是品尝过全球米其林的大玩家，结果我那天在他家即兴创作的甜品，竟然能得到他的青睐，我非常感动。回来以后呢，我就在想，我要给他第二份惊喜。这道菜是跨地域融合的代表，把云贵川的麻辣酸香融合泰式柠檬鱼的清酸草本，创造出现代清酸麻香的风味结构。鱼先腌后炸，外酥内嫩。香气分3层，姜蒜打底，青花椒提麻，柠檬皮收青，整体味觉是清香酸亮，微麻不腻。塔记45的果酸对上柠檬酸香，形成酸对酸的共鸣。酒的旨味融合鱼肉鲜香，中段更饱满。塔记45就像调音师，让酸与麻不冲突，留下极干净极现代的尾韵。此菜强调清酸麻香，以柠檬皮屑与青花椒构成强劲动能，结构上属于现代轻麻系，成功定位于风味象限图的动态芳香融合区，达成清酸微麻果润的香气流动与干净利落的平衡。塔基234从魔之仙以下呢，他们所有塔基酒里面算是最顶级的一款酒，芳香味道更浓郁、更集中。如果说你有重要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重要的客人，你要宴请，你可以把这个酒拿去宴请他们。一打开之后，你肯定会得到满桌的赞誉，因为那个香气浓度太高了。比较明显的是，整个花香的味道包围着你，就有点像是说你走在一个花团锦簇的月季里面。月季的香味所笼罩之下，感受到的那种诱人的花香，在香气评价呢，其实很多人喜欢，而且得到很多的赞誉的。如果你真的想喝一个好的清酒，这个塔基23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塔基它总共有52台精米机，这个很可怕，因为精米机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做酒造，第一个要投资最贵的可能就是精米，因为每个地方产出来的米个性其实是不一样的，冰库的。宫崎的、熊本的肯定不一样，因为风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湿度、温度都不一样。所以虽然可能都是山田井，但是出来的可能饱满度或者是每个维系的地方都不一样。塔基它就添购了52台精米机，它是每一个地区，甚至是每一个地块的米，它是分开去研磨的。当然更不用说曲米跟挂米，它也是分开研磨的。它能够把变量控制到最低，它可以控制到最好的品质，这也是它的一个方法。添购这么多，就为了符合每一个产区的米它不一样的个性，这个也是塔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我在日本结识了很多的企业家，塔基的这个樱井会长
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企业家，我是对他非常佩服啊。他是一个很有眼力，可以说就是很有一个大局观，是非常强的一个经营者。他看问题，他不是说只看3年5年，他看问题是看10年20年，甚至更远。他就是跟我讲，他说 David 桑啊，我做这个酒，首先我追求的是什么？让我的这个酒让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去喜爱它。他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每一年我做的酒一定要比去年要好一点，这是他们的目标。这次的踏迹零方宴呢，开启了我酒庄零方宴的一个新里程碑。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呢，我充分的感受到了一个顶级工厂跟一个顶级食材以及顶级方案之间搭配起来的巧妙之处。我非常期待且兴奋于贴布导演的 WiFi 里面每一集零方宴在酒庄里面的表现。ここには失敗しか書いてない、しかし失敗こそ価値があるって書いてますが、この中に入ってるのは獺祭を作った当初から、酒造りにまつわるデータ、その酒をどんなふうに作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集まってる資料なんですね。いろんな挑戦とか努力、失敗とか情熱、これがやっぱり心が透けて見えますし、これがあることによって私たちはよりうまいお酒を作っていける。そこはやっぱり大事だと思ってます。伝統的という言葉というのは一つ問題があるのは商業主義的に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が多い。だから私たちは美味しい酒を目指すためには伝統という枠にも縛られないし、美味しい酒を作りたい、そしてお客様にそれをお届けしたいという私たちの志が最も大事なものだ。